找人。听到史蒂夫的解释，叶晨眉头一挑，似笑非笑的好奇问道：找什么人？需要你这个富可敌国的太子爷亲自来一趟华夏？难道是找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遗失在外的小少爷吗？史蒂夫笑呵呵地说道：叶先生您说笑了，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把血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怎么可能有遗失在外的血脉？说着，他故意压低声音，认真道：叶先生应该听说过，美利坚总统出门，连掉的一根头发、吐的一口口水都要由专人带走。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的小蝌蚪也是一样，用在哪了，跟谁用了，都要交代清楚，留在橡胶套子里的也要尽数带走。谁敢在外面有私生子，就是整个家族的公敌，一经发现，永世不得翻身。一旁的洪武诧异地问道：不是吧，这么夸张？史蒂夫正色道：一点也不夸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人，尤其是直系成员的男人，一旦在外留了种，可能就要付出上百亿美金的代价。如果这种情况不明令禁止，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绞尽脑汁也想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生孩子，她只要生出来，那就是一辈子的金饭碗。所以我们家族特别在意这个，谁敢乱来，谁就滚蛋。叶晨倒是不怀疑这种超级家族对血脉的重视程度，尤其是牵扯到巨量的资产继承，自然要绝对谨慎。于是他又故作好奇地问道：那既然不是找私生子，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亲自来找？史蒂夫轻叹一声道：实不相瞒叶先生，您肯定也知道，我们家族年代久远，旁系家族比普通人的头发还多。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戚里，有一个姓霍格维茨的旁系家族，跟我们的关系没有很近，算是旁系血亲里比较一般的。前2天，我父亲召开家族会议，所有旁系家族的负责人也都到了。老爷子可能想趁机收买一下旁系家族的人心，于是就搞了一出有事你说话的戏码。结果这个霍格维茨家族的人就当众向我父亲诉苦，说他们家族一对父子去年先后在金陵失踪了。说到这，史蒂夫无奈地说道：我是长子，又是老爷子已经确定的族长继承人，所以就让我亲自来一趟，查明这边的具体情况。哦，叶晨一脸恍然大悟的模样，轻轻点了点头，说道：既然是去年失踪的，那是死是活，可不好确定啊。史蒂夫道：嗨，我他妈才懒得管他俩的死活，反正老爷子的意思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叶晨又问：那这俩人要是被人害死了，你岂不是还要留下替他们俩报仇？报什么仇？史蒂夫摆摆手：我来就是查这俩人的线索，真报仇也不用我报，家族自会派人过来查明真凶，顺便把仇报了。叶晨又问：那你们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报仇？史蒂夫冷哼一声，不假思索地说道：当然是血债血偿。别说敢招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就算敢招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条狗，我们也绝不会放过对方。天底下能欺负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忍气吞声的人，目前为止还没生出来呢。说完，史蒂夫抬头看向叶晨，眼神瞬间有些不太自在，连忙又道：叶先生您别误会，我说这话跟咱们在座的无关，尤其是您。叶晨撇撇嘴：你这话里有话，那意思是我欺负你们了？史蒂夫连忙道：没有，绝对没有。说着，史蒂夫趁着已经喝上了酒，干脆自己倒满一杯酒，一口气喝下去，趁着酒劲，一脸委屈地说道：叶先生，这里也没外人，我说句肺腑之言，您让海伦娜到纽约杀个回马枪，可真是害苦我了。枉我还亲自去把海伦娜接过去。您当初跟我说的可不是这样的，您说的是只要我帮了您，我父亲受了刺激之后，就会由我来继承族长之位。万没想到，您让海伦娜送了药给他，您这不等于是欺骗吗？叶晨一脸坦然地说道：没错，我就是在骗你。史蒂夫错愕地看着他，喃喃问道：您这是为什么？叶晨道：很简单啊，史蒂夫，因为你不可信。以我看人的眼光，
你这个人绝对是言而无信的。史蒂夫委屈不已地说道。叶先生，您这可就看错了我真不是那样的人。叶晨笑道，你后面是怎么规划的，我心里一清二楚。如果真让你顺利继承族长之位，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威胁到你的兄弟们最大程度削弱，等自己全面掌控家族之后，再把他们一一赶出家门，以此来巩固你自己的族长之位。而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毁掉我们之间的盟约，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彻底站稳脚跟，不会在意我是否会曝光四方宝藏的内情，对不对？史蒂夫愣了愣，随即默默地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叶晨的话让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辩解的意图。叶晨这时候继续说道，我这个人做事一向是先小人后君子，我要是不用你父亲的健康把你拿捏住，你今日在我面前怎会心甘情愿地挨我一头？史蒂夫一时间无言以对。叶晨这时又道，史蒂夫，我觉得你我将来还是诚恳一些，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装无辜都没意义。史蒂夫有些惭愧地点点头，叶先生您说的对。叶晨笑了笑，继续道，史蒂夫，其实你在我这里比你父亲有优势。史蒂夫一听这话，眼睛里又重现光彩，急忙问，叶先生，不知您说的是什么样的优势？叶晨淡淡道，你和我是有直接联系的，但你父亲没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物理层面，你跟我都更近一些。如果不是你缺乏真诚，我怎么会舍近求远，让海伦娜替我去跟你父亲建立一道需要中间人的间接联系？说着，叶晨又道，你看，如果你是一家超市的老板，而你发现住在你对面的人没有选择来你家买东西，而是舍近求远去了更远的街区买，你不能去挑买家的毛病，而是要从自身找问题，要么是别人有的你没有，要么是大家都有你价高，要么是价格一样，可你服务太差。你不从自身找问题，总不能去拦住顾客，反问他为什么不来你这里买东西吧？史蒂夫惭愧不已地连连点头，叶先生您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对您100%真诚，绝不会有半分隐瞒。叶晨笑道，可以观察一下。说罢，叶晨又将话题带回找人的方向上，问他，对了，你刚才说要对方血债血偿，不过这里可是华夏，不是美国，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真要别人血债血偿，也不能直接派人来这里撒野吧？史蒂夫被叶晨警告一番，心有余悸的同时也很想跟叶晨套套近乎，所以也就没有任何遮掩地说道，叶先生，这种脏活累活我们肯定不会自己动手，搞不好还会弄出外交纠纷或者舆论危机，这种事我们一般喜欢找墨西哥人代劳。你看那些墨西哥犯罪集团的成员，一天到晚天不怕地不怕，其实他们最怕美国人。墨西哥人，叶晨想起自己之前在墨西哥剿灭的犯罪集团，笑着说道，没想到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跟墨西哥的犯罪集团有合作。史蒂夫忙道，算不上什么合作，无非就是单纯的利用一下，这在美国也不是什么秘密，毕竟每一个在墨西哥的犯罪集团都靠着往美国贩卖毒品赚美国人的钱，别看他们在墨西哥可以滥杀无辜，作威作福，但在他们眼里，美国就是他们的财神爷。为了确保货和钱进出美国少出乱子，他们会心甘情愿为美国人做事。叶晨点了点头，笑道，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很有手腕。说罢，叶晨问他，既然你想找的人是在金陵失踪的，那要不要我帮你找找线索？史蒂夫一听这话，欣喜不已地说道，叶先生愿意帮忙就再好不过了，您在金陵的人脉肯定是我们比不了的，只要有您的帮助，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实在是太感谢了叶先生。叶晨微笑着对史蒂夫说道，不用这么客气，先吃饭，等吃完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说不定那里就有你想找的线索。说着，叶晨故意问洪武，洪武，你说是不是？对对对，洪武笑呵呵的连连点头，随后问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先生，你怕狗吗？狗？史蒂夫不知洪武为何这么问自己，
但还是非常笃定地回答道：“不瞒洪先生，我本人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狗。狗这么忠诚的动物，很少有人会不喜欢。”洪武笑着说道：“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赶紧吃饭，吃完就出发。”